第一期，万物本源，虚空法界。大家好，首先要感谢你自己能够点进来，这套创世神话合集将带你穿越过去、现在与未来，揭开你所有的疑惑与谜团，它将彻底揭开隔音之谜，并改变你的意识频率。相信我，不会令你失望，或许会令你找到困扰许久的问题答案，或许会让你整个人生观念翻转，或许你会发现自己的渺小与伟大，或许你会感受到得失之间的奇妙平衡。在你充满好奇地观看这视频时，请用心去感受作者文字背后所蕴含的能量，并用心去体会其中的爱。这份爱并非来自于别人或是神灵，而是自己。感谢自己抓住这个机缘，选择了观看这份公开又神秘的资料。在这里，西语老师以接地气的文字，尽量不扭曲的忠实呈现那神秘的实相，引领着你从难以企及的虚无宏观视角探究灵界的奥妙，意识生命体的由来与归属，心识与神魂的奥义，了悟万物运行之道，以及生活实践题的指导原则。不需纠结字面和定义这些事物的属性与意义，执意在规范里只会局限自己的思想，对于理解各种事物的多面性没有帮助。为了大家有比较轻松的观看方式，提供4点建议作为参考。1. 运用想象力。视频中所描述的各种事物大多都是没有见闻过的，如果硬要拿见识过的事物来比拟，将会大大丧失它真正的实况。那些事物并不是单纯的二元性或单一定义，你必须放开一切思想上的束缚，天马行空地去想象，不管如何，那都是最接近真实的样子。2. 抛开旧观念。如果你接触、参与过传统的任何形式的典籍、习俗、规范等，请先将它们存放一边，心中清出个空间，才能将干货收入囊中。3. 别用脑子想。脑子可以装载的容量有限，如果你坚持用现有的思维逻辑来承载这些无量智慧，那你得有一个比这个宇宙还要大的头脑，而虚空法界可不只是一个宇宙的范围。4. 看完就忘记。这要领就像1+1等于2一样，不需去书记。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只是身处红尘的你早已忘记自己从何而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上一次灵魂的毕业季，众多高等灵魂造就了那时宗教改革与文明进步的飞跃期。从现在到2060年是第2个毕业季，大批的高等灵魂从1900年后开始投入到启蒙工作中，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程度不一的启蒙教材。在人类发展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大批有待毕业的灵魂来此参与毕业考试，真实地衡量自己意识层次所示的档次。人生就是一次闭卷考试，一次次模考，看你交出怎样的答卷。最后，希望大家能以愉快的心情享受这部奇书所带来的震撼，放开所有的限制与坚持，轻松地迎接新时代的频率扬升。好，下面开始我们的神话故事。在含有不同时间线与故事线的多维平行宇宙中，在众多不同意识频段上同时共存着自我意识的各个意识层级，它们被用于同时展开自我意识不同面向上的探索，从而达成平衡与无漏的整体宏观自性认知。意识在分化的过程中会经历意识片段复制，彼此离散，各自成长，近似体重组，整体在融合这5个大阶段，每个阶段又有着一系列的复杂过程。5个大阶段在分分合合间从高到低形成落差，又从细微到整体形成聚合。这一机制完美地达成了永动机般的能量运化平衡，让宏观全局在混沌中有序地完美运作了起来，让一切都保持在鲜活与生动的无限随机可能性下，让生命成为一种心灵的艺术创作。我们按照从大到小的层级把它们分别命名为虚空意识、宏观本源意识、狭义本源意识、
意识海、意识流、意识云海、超我、本我、高我、小我、角色、我的自我意识、意识威力，共12阶。在后文中会逐一展开更详尽的介绍。整个虚空的意识体们流转与运作的架构，可以套用我们比较熟悉的物理维度思维去认知、观察与理解，在此我称之为意识的维度。这里的意识维度不等于空间维度，但可以用相同的理念去对比理解。现在盛行一种意识进化的说法，所谓的意识进化指的就是意识维度的提升，而非角色对生活中物理空间感的提升。空间的维度始终就在那里，你的感官因自体意识的局限，自限了对空间维度的感受能力，这导致自己无法感知到高维实相的互动。小我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面向套叠单位，就好像一个4维立方体结构，7个全然独立又彼此相连的结构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其中包含了我们日常最熟悉的角色我、载具意识我、外在意识我、内在意识我、人格我、对等人格我、转世我，这些不同的自我合化为一个完整的小我单位。之后逐一详细介绍。小我本身是高我意识体的意识克隆分化体，是高我在某一意识树上独立自我意识的镜像面。起初，当高我还是小我时，为了自我认知与感受的体验平衡，在经历同一个故事线上的不同分支时，会分裂出镜像的自我对等人格我，随后2个人格我分道扬镳，各走一边。在分化时，两者是全然相同的，但之后生命经历与体验的不同带来了认知与体会的差异。认知的差异让双方在感受与观点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无法说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所以分化必须被坚持到底。之后分支的道路上又存在分支，又带来分化，就好像一棵参天大树在生长的过程中不断拓展着自己各个面向上的枝杈，每个枝杈又各自在自己的面向上不断细分、延展拓展着未知的空间，形成特有面向上的不同枝杈。最初的小树苗可能比1000年后最细弱的那条枝杈还瘦弱，树冠顶上的新叶与最底层的叶子，没有谁比谁更高贵或重要。每一条枝桠，每一个面向，哪怕那被因侧生长的最稀疏的一枝，也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平衡的全面发展是第一生存原则。小我是意识进入到虚拟现实中扮演各色角色的实际操作单位。在实际操作中，角色小我的意识被分割成3层：人格的内在自我意识、角色的外在自我意识与机体载具的生物性意识合集。构成身体的每一个微粒都是拥有独立自我意识的，身体犹如一个共和国。时间关系，下期继续分享，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一下，谢谢观看。